A10游珠身上有个浴缸，是真的浴缸啊，而且是用昂贵的钛合金制作而成的。它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保证飞行员能够活着回到基地，为此哪怕付出整架飞机空重的将近1成也在所不惜啊。当然，这个重达540公斤、由最薄13毫米、最厚38毫米的钛板拼接而成的浴缸呢，表现也十分优秀。经过测试，它可以承受住23毫米火炮的连续打击，甚至在一个极端的案例之下，连57毫米的火炮它都给防住了。那是在1991年的1月，艾弗森上校驾驶着自己在沙漠风暴行动中严重受损的 A10攻击机，勉强降落到了位于沙特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此时他左边起落架上面的轮胎已经炸掉，正在冒出滚滚的浓烟，而刚刚经历的空中噩梦更是历历在目啊！右翼被打成了筛子，油箱在拼命的漏油，甚至连挂在机翼下方的一枚响尾蛇都被击中后自己给穿了出去。能够活着降落到地面呢，已经是相当幸运了。可其实艾弗森上校比他自己认为的还要更幸运。当事后检查飞机时，他们一共数出了378个弹孔，发动机挨了45下，响尾蛇不知道挨了多少下，因为它已经飞出去了嘛。驾驶舱下方，也就是艾弗森的屁股底下，则挨了17下，还都是那种超大的弹孔啊！所以很不幸，这架 A10呢，应该是被一门4连装57毫米的防空炮的4发炮弹都击中了。但是他也是相当幸运的，因为在这样的打击之下呢，他的钛合金浴缸都没有被击穿，只是多了很多的裂纹而已。用艾弗森上校的原话来说如果不是钛浴缸，我可能就不会站在这儿了。很厉害有没有？可其实这只是 A10 一架被设计成拥有全面生存能力的飞机的100多项安全功能里面的一项而已。难怪即便到了现在，它也无法被淘汰嘛。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就在评论区里面给我留个想听。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安排上，咱们仔细的来讲一讲 A10游珠。A10游珠，你说它是飞机，不知道是在伤飞机的自尊，还是在伤害它的自尊啊？的确，它实在是太特别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聊它。上个世纪70年代的富尔达峡谷呢，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紧张的地区之一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宽约10公里、长约50公里、并不怎么险峻的峡谷，正好连接着冷战中的东西方世界。东边的苏联只要跨过了这个峡谷呢，就能长驱直入，一扫西欧平原，在法兰克福吃完早饭之后呢，当天就能到达巴黎吃晚饭了。而西边的北约呢，只要不惜一切代价在此拖住苏联的脚步，否则一路向西直到英吉利海峡，就再也没有能够阻挡苏联坦克的天然屏障了。于是，为了防止，或者是为了打赢随时可能爆发的第3次世界大战双方在这布下的兵力都是空前的准确的说，有超过30万的部队，3000辆的坦克，3000辆的装甲车，5000门的火炮，1000架的直升机，以及上千架的战斗机和数百枚携带着核弹头的导弹了。都围绕在这里部署和展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A10的需求诞生了为了满足美国陆军提出的所谓空地一体战的全新概念。简单点说就是陆军想要一架飞机能够帮着他们从空中近距离的收拾苏联的坦克嘛。我说的近距离是真的距离近近到了离地面低至300米的高度，既靠近需要保护和支援的己方地面部队，也靠近了需要打击和威胁的敌方地面部队。所以这就意味着它一定不是一架正常的飞机了。比如第一，它的部署是跟着地面部队跑的，这很好理解嘛，它全部的存在目的就是为了支援人家嘛。所以作为正常飞机该有的地面保障呢，它是得不到的。既然得不到，那就要自己想办法了。第二，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海绵，不是吸水的海绵，而是专门吸各种弹药的海绵。这也很好理解你距离地面那么近，又飞得没那么快，还不得什么弹药都朝你身上浇吗？你有见过海绵吸饱水就散掉了吗？没有吧？所以它也应该是即使吸了很多的弹孔，也依然要能够保持着一整块飞回到基地才行第三，光会飞，光会挨揍怎么行最重要的是要像洛奇一样，挨完揍之后呢，还要能够重拳出击才行所以基本上呢，它就是一架为了让火炮飞起来而造出来的飞机了这门7管30毫米 GOA8 复仇者自动加农炮跟旁边的甲壳虫对比起来是这个架势的所以游珠的整个肚子里面差不多就只能装下它了连前起落架都给委屈到靠边站了。
不过武器还远远没有结束啊，它的机腹和机翼下方居然还有多达11个挂载点，一共可以挂下7.2吨多的额外武器。从 AGM-65 小牛对地导弹到 AIM-9响尾蛇对空导弹，从激光制导炸弹到非制导的常规炸弹，从火箭发射器到电子战吊舱，挂满武器的油猪看起来的确相当潇洒啊。好了，以上3点油猪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咱们一个个来说啊。首先，灵活的场地适应性，它靠的是把发动机挂在机身的上方，让它们远离来自崎岖地形起飞时扬起的碎石或者是异物了。地面保障不行怎么办呢？你看这隐藏着一个 APU， 也就是辅助动力系统，来启动2台主引擎，并在此之前为飞机上的电子设备供电了。而通常情况下，对于其他战斗机它并不是 B 选项，因为可以外接嘛。接着大头来了，超级皮实的耐用和抗皱性，它靠的是大量可以互换的零件，从发动机起落架到尾翼，甚至是副翼，都可以跟别人换，跟自己换，从左边换到右边嘛。你看这对发动机是不是显得间隔异常的远呢？刻意为之啊，就是要尽量避免它俩同时被击中，然后都不工作的情况发生了。与之匹配的油猪身上有2套完全独立的液压系统，用来控制全部的翼面、起落架的收放，还有机炮的供弹等等。即使一个液压系统停止工作了，也会由另外一个系统来撑起大局。再不济2个系统都罢工了，油猪的各个控制翼面也能够在没有液压的情况下靠手动来运作。不说一定能让飞行员把飞机开回到基地里面，但至少为他争取了足够的时间，飞出危险的区域，然后跳伞逃生嘛。其实有点夸张的是它的起落架了啊，要是没有液压放不下来怎么办？没问题啊，你看这2个主起落架的轮子本来就没有打算要彻底收回到起落架舱里面的啊，放不下来那就直接这么落下去好了，它依然能够为油猪提供一定的离地间隙和缓冲，使损失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好，虽然它已经做好了必被击中的准备，但该防的还是要防嘛。它带着的箔条和照明弹比其他任何美国战斗机呢都要多。这里起落架吊舱的后面一边各有4个，还有这里每个翼间再各带4个，一共来到了16个干扰弹发射器的水平，而且都是可以在探测到被敌方的雷达和激光照射之后呢自己发射出去的。另外，它间隔宽大的双垂尾也不仅仅只是为了提高飞行的稳定性，它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来，这么从后面看，2个垂尾完美的将发动机关在了里面，也就将炙热的排气关在了这个通道之间，减少了油猪被红外巡热导弹追踪的可能性。接着要真是被击中了呢？飞行员有浴缸的保护，这个前2天我正好讲过，燃料罐有阻燃泡沫的保护，机身机翼有大量冗余的保护。总之，挨揍后还能笑到最后的，始终都是它了。海湾战争当中，8100架次出动，在摧毁了1000辆坦克、2000辆军用车辆和1200门火炮之后呢，他自己只损失了7架，远低于空军一开始的预期。说它是坦克开关器一点也不为过嘛。可要说它是一架优秀的飞机，其他战斗机的飞行员呢就不太乐意了。在他们眼里面，这哪是什么飞机啊？这分明就是一个慢到了容易被鸟给撞上的笨蛋嘛。注意啊，他们的意思是鸟是从后面飞过来撞上的，这就太过分了嘛！因为实际上，要不是你们是战友，真要是硬碰硬，在天上来一场狗斗，指不定是谁赢呢。油猪慢，但它稳啊！而且在空中交战最关键的一项指标转弯半径，它拥有连 F-22都无法撼动的优势啊！油猪的转弯半径非常小，于是就可以将机头更快地对准对方。而更糟的是，对于他的对手而言，他的机炮是30毫米的，足足比别人出了10毫米，难怪人见人爱了。